安迪，我打死你！放开我！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我是魏国强的老婆。哎，刚刚到底什么情况？何总就那么结结实实让人抡一个大耳光子？我听说刚才那女人是魏国强的老婆。魏国强，这魏国强可不是普通人啊！哎呀，你可算来电了。你太太来我公司打我耳光，说我是狐狸精。你处理一下。第二，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这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？第三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安迪，我知道，我打你电话就是要提醒你我太太的事情。他翻我包和手机找到了你的一些资料，我又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了你。我跟他解释过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办法把你与我的这种关系呢，真正的跟他说清楚，所以呢，他对我的解释，他并不相信。你说等等，他打着你的名号，谁敢得罪？难道你要让我等着挨他的棍子吗？你到底想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呢？我只是想好好的补偿你，只是最近呢，我的家里呢有些纠纷，没有想到会连累你，很抱歉。安迪，人呢过了半百以后，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，唯有自己的孩子。你的事情不要成为我的烦恼，我也不希望再因为你，我受到任何人的骚扰。安迪，除了你，没人会这么对我说话的。哎，老谭，听说魏国强的太太找上门来了，还打了你一巴掌。真是好事不出门啊！魏太也是气急败坏才找上你的，我帮你查了。春节刚过，魏国强就提出诉讼离婚，而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你们俩的关系，所以魏太才认定你是小三儿。难怪这个魏太太会疑心这么重，直接打上门来。魏国强就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，当年对我妈妈那样，现在对他太太还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女人也是挺可怜的。他打了你，你反倒同情起他来了。将心比心啊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男人要闹离婚，女人当然受不了。如果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差的话，说不定会被魏国强逼得像我妈一样发疯。所以说，女人呀，时代发展这么多年，却依然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，好像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一样，真是唏嘘。所以说啊，你是个奇女子，从生活到心理从来不依赖任何人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下次这个魏太太再来的时候，麻烦你让保安拦住一下，我不想再被打第二次了。放心吧。早，安迪，
找小美啊？是找你。我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，想跟你聊聊，咱们能出去聊吗？有什么事情就在这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听说包总这几天在上海，我想请你帮忙引荐一下，最多1个小时，哦不，半个小时就够了。你是说包一凡？你不是有他的电话吗？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啊。包总名片上的电话都是秘书接听的，我这要是说谁的话，可能不太方便，所以想请你引荐一下，给他说一声，因为也是现在生意难做，竞争太激烈了。你在他那边有业务啊？包总公司，他有稳定的需求，1年细水长流下来，也有一定的量。我想在生意上再拼一把命，尽快给小美一个家，这也是他现在特别渴望的。以上海现在的房价，我的压力真挺大的，所以想请你帮个忙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好，我先上去了。哎，安迪，那个我求你帮忙的事情，能不能不要告诉盛美？谢谢。奇怪，王百川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？还有躲躲闪闪的到门口来堵我，还特意叮嘱我不许告诉小凡。樊姐她最要面子了，如果知道王百川来找你帮忙的话，肯定会觉得脸上挂不住的。可是王百川事业起步阶段，借助人脉很正常啊。我也搞不懂了，既然压力那么大，又干嘛那么着急买房子？樊姐心里可能有点比较吧。最近有一个男孩在追莹莹，他们俩应该快成了。这个男孩条件特别好，有房有车，收入也不错。樊姐心里肯定是替莹莹高兴的，但是多少有点不是滋味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就难怪了。怎么不接？我家里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我不想接，可我又怕我妈念叨我。喂，你好，小关，在忙吗？哦，还好，我在那个上班的路上。我想请你吃饭，今天有空吗？因为我前2天实在是太忙了，完全没时间，今天稍微空点，所以赶紧联系你。哎呦，真不巧，我最近在赶一个项目，整个部门的人天天在加班。OK，I got it。那改天再约吧。哦，那太不好意思了，下次再约，再见。你那个项目不都早就完成了吗？是啊，我都跟家里说我要专心工作，可我妈非不听，非给我安排相亲。这个舒展，这个男孩叫舒展，他最近天天约我一起晚饭，我不想去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没时间，我要加班，我还说我要过考核，可现在这考核已经过了，我实在找不到别的借口了。所以啊，谈恋爱那么浪费时间，而且整个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被打乱，还要身不由己的去配合一个人。所以你想想，到底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得多深，才会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？也不是吧，我看现在好多相亲才见了没几面，2个人就结婚生子了。这结婚有的时候无非就是搭伙过个日子。搭伙过日子会更无味还是更有趣啊？安妮姐，你不一样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对爱情的要求就更纯粹一点。爱情本来就应该纯粹的，跟我有什么没有关系。你也一样。可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如果追求纯粹的爱情，那很容易当剩女的。追求纯粹的爱情就是剩女，追求房子车子反而正常。那我真搞不懂现在人的思想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情愿当剩女，起码我剩得理直气壮。我也是。安迪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不过白天有点忙，有2个会，晚上要回北京，估计是没时间见面了。
包总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去机场送您，然后咱们在路上聊一下，聊完了以后我自己从机场回来。会不会有点麻烦？哎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包总啊，只要一会儿就行，啊，反正明天正好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我就怕打扰您了。行。哎，谢谢包总啊，到时候我准时接您。有时想放空一趟，穿过深背的车窗，不借助别人的肩膀，自己帮自己成长。暴风雨一场，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的模样。人生的路上，隐藏那份倔强，是爱为我插上翅膀。逆光飞翔会更有力量，我知道幸福就在路上，只要带上全部的执着和坚强，就能无限的接近梦想。逆光飞翔。今天送客户去机场，不能去接你下班了，抱歉，晚上电话。安迪，这是调整过的红星收购方案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，我好通知下去让他们修改。OK， 没事，你放着。安迪，上次那个女的又来了，就是自称魏国强老婆的那个，现在在公司门口坐着呢。保安呢？她没哭没闹没动武，保安也没有理由轰她，你看该怎么办？那就跟他耗着吧，别理他。好。安迪，坐。我们跟红星集团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沟通，那对方的话现在又提出了新的条件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。什么条件？你念一下。第一条，共同投资人的投资额、投资方式及经营期限。鉴于甲乙双方已经成功签署承包经营上海乌鲁木齐路480号1号。行，我回头看一看吧，到时候回复你。好的，这份也留给你。那我们先走。安迪，你午饭也没吃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那人走了没有？没呢，他还挺能熬的，看样子非得等到你下班不可。好吧，我投降。总不能总让他来办公室堵我。他人呢？就在外面坐着，要不我就请他进来吧。不用，我去见他。好。哟，亲爱的，在哪儿呢？在办公室，怎么了？我遇到一件糗事儿，想着一定要告诉你，好让你幸灾乐祸一下。说说看。我有这么一个哥们儿，是我大学的室友，和他老婆一起创的业，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。可惜，所有的财产都掌握在他老婆手里头。这一大老板那可怜呀，连点私房钱都没有，面对他这老婆那是苦不堪言。所以呢？然后这孙子就用我的名义在他们公司借了50万，藏起来偷偷使用。可是
今天中午我陪客户吃饭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他这老婆了。他老婆当着客户的面就管我要这50万，问我什么时候还。所以你是帮人背黑锅了？那可不是吗？那我总不能当着他老婆的面把他给拆穿了吧？我要说了实话，他们家非得地震不可。你倒是够讲义气的，但是你的客户不会对你有意见吗？我当时就跟人家解释了，别让人家以为我这资金周转不灵，连50万都拿不出来，那不瞎了吗？刚才我这哥们还给我来电话，苦苦哀求让我替他隐瞒。可是我怎么觉着这事儿他都不对呀？万一哪天他老婆想不开了，你说再把我告了，那我不得不偿失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明白，有钱为什么不让用呢？不是不能用，而是不能乱用。他老婆要求他每花1分钱，那都得开发票，好掌握他的动态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说现在这几分钱的发票上哪儿找去啊？我明白了。可是这样互相不尊重，也不信任对方，相处起来有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所以咱们俩以后可不能这样啊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在国内离婚很难吗？哎呦，这话那得看怎么说了。你要说难，它不难；你要说它容易，它也不容易。你就说像我这哥们儿这2口子，他们俩既是夫妻，又是合伙人，这家庭不容易分割，财产也不容易分割，就得看他们俩怎么想了。好在没孩子，要是有孩子，那就丧尽天良。哎，那个，你一会儿下班可千万别委屈自己啊，该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去。哦，我要见一个人，怎么甩也甩不掉的一个人。谁呀？那么死不要脸的，就纠缠你啊？谁呀？不是，不过除了你，还真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人。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哎。小李，请那位太太过来。好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保证不动手，我可以请你去会议室，坐下慢慢说。我昨天晚上去的北京，上午办事儿，一到上海就直奔你这儿来了。我很累，没力气了。带他上来吧。我今天上午在法院做调解。你知道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区别吗？我对婚姻法没有研究。那你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魏国强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跟我协议，上来直奔诉讼。今天去法院就是为了这事儿。要怎么说你才相信？你们离婚与我无关。他要把老头子的全部财产给你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们就是存了心要把我净身出户，然后拿着老头子的全部财产过你们俩的快活日子。我身家够用，我不需要做什么狐狸精。你当我白痴啊？我傻啊？你们之间要是没有什么暧昧关系，凭什么魏国强那么殷勤的让何英礼写遗书，要把遗产全部给你啊？空口无凭，我已经申请你和何云礼做 DNA 比对，鉴定遗书中所谓的你们之间的血亲关系。你明天跟我去北京，别想拿一张公证遗书就剥夺我的财产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既然你那么有本事，你可以去查我的收入，国内国外的请便。至于有些人打着我的旗号行离婚侵吞财产之实，我不配合。这样的表述可以吗？你少来这一套吧。何云礼是大画家，身家丰厚，这一点作为遗产当事人你不会不知道。老头子当年孤身一个人被我们收留几十年了，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年轻美女，说是他的血亲，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骗鬼呢！你就是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和魏国强双宿双飞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
何总，外面有2个人来找您，说是法院的人。法院的人啊，我需要你跟我到北京去做鉴定，请你配合。所以你这不是请，你是想绑？你是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，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让我理理线索。现在有2个问题，一是你们离婚，2是老先生留下遗嘱，要把财产交给我。但是我跟魏先生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，同时我也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。如果他想把财产交给我，我表示怀疑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一般无缘无故掉的馅饼都与诈骗有关。你们离婚，你必拿不出证据说我是第三者，但却在公开场合指责我是第三者，这是诽谤，我保留权利，并且严重怀疑你此行的目的。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着想，我需要我的律师在场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说我是第三者，破坏她的婚姻，并且带来了几个号称是法院的人要绑走我。这个程序并不合法。我在盛轩办公大楼，请你们尽快出警。好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会请保安控制好这里所有人。你还真报警啊？警察来之前，控制好这里。你以为报警就能解决问题啊？不着急，谈不妥的地方慢慢商量。喂，老谭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跟太原的陈总在谈事儿，有事儿吗？魏国强的太太又来了，他说要带我去北京做鉴定。我已经报警了。你不用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陈总，我有点事儿，咱们改天再谈。好，那改天谈，先走一步。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何总，口误，刚才绝对是口误。我们呢也不是法院的人，我们的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你配合我们，把这个 DNA 做了，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。不，我们大家都好啊，全部解决这个事情，完满的解决呀，可以。您看你还报警，这么点事情报什么警啊？我们坐下来好好聊，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何总，何总，表姐，我看还是走吧，我们赶紧给霍老打电话。这可是谭宗明的公司啊！谭宗明的公司怎么了？谭宗明也得买霍老的面子吧？快打！不太好吧？安迪一直憎恨着魏国强，同情魏太太，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同情廉价又可笑，这对夫妻根本就是同一种人。于是安迪决定取消同情，公事公办，尽快解决掉这件事情，做一个最后的了断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平静。是他们吗？对，就是他们。安迪，老谭，先生团长，我是他的上司，这位呢是何女士的律师，接下来的事情由他全权担。你没事吧？谭总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韩老弟，霍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什么时候回的上海？也不知会一声。上周末刚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约你，你也实在是太忙，带不着功夫。这不，我们在这儿见面。哟，老魏啊，你也来了？哎呀，老霍，好久没见了吧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跑了一趟。
哎呀，看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己人，怎么弄成这样了呢？唐老弟呀，依我看，咱们不要兴师动众，这点小事儿也不用占用警务的资源，我们坐下来先了解一下情况，有什么事大家协商着解决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那就听霍老的，咱们里边坐下慢慢聊。好，走吧。夏掌柜，这个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。霍老您来啦。你来干什么呢？我来干什么？你把霍老都折腾来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哟，小荣啊，哎呀，什么风把你吹的？哎呀，霍老，难怪这个魏太太可以有恃无恐的闹事，原来是有人撑腰。可是魏国强也不简单啊，两夫妻不谈感情谈能力，难怪会打离婚官司。你不用担心，一切交给我来处理。谢谢你，老谭。我们俩永远用不到这个鞋子。今天这个事情呢，全是因我而惹起，所以呢，在这儿我先向各位说一声抱歉。安迪，我通过各种线索，帮助何运礼老先生找到了你，你是他唯一的亲生外孙女。何老先生呢，得知此事以后，由于激动，导致了中风。日前抢救无效，去世了。临终前，老先生立下了一份遗嘱，要将他名下所属的所有遗产，全部交由安迪。我是这份遗嘱的执行人。我今天呢，在这儿，就向安迪传达，你要做出接受，或者放弃受遗赠的决定。作为赡养何云礼老先生的人，我对遗嘱的真伪提出异议。支持异议。在权威机构及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，我同意取样，做 DNA 比对。根据1985年4月10日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，只要遗嘱经过公证，遗嘱在先决条件下，经过 DNA 鉴定真伪，证明证实遗嘱是否表达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愿，是否在欺骗下立下遗嘱。一旦经过证实，倘若遗嘱无效，那么这件事情与我彻底无关，你们也就不用再叫什么狐狸精、外孙女之类的话了。倘若遗嘱有效，那彻底与你们无关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一开始你不答应啊？现在为什么又答应呢？因为你早晚会再另起一份诉讼，把我列为当事人。这个遗嘱的官司打多久，你就会一直喊我狐狸精多久，你累我也累。而且我也是看重名誉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司法认可的鉴定机构，我们再约时间，所有人到场，一次性解决。也拜托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何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呢，一定很愿意看到他的这份遗产能够如愿的移交到合适人的手上。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吧。今天晚上我请各位呢吃顿饭，感谢一下各位为这件事情奔跑了一趟，好吧？魏国强，你站住！你刚才说要把遗产交给合适的人，你指的谁呀？我如果没有找到安迪这儿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假装遗嘱已经传达，在安迪不知情的情况下，
你就顺理成章把遗产拿走了。这是你一开始的如意算盘，对不对？这是题外话，你也可以提交法庭解决。既然安迪已经同意了接受你提出的 DNA 见证，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不就圆满解决了吗？我看大家都可以离开了，不要在人家公司里边再捣乱了。你别走，霍老，你说2句话呀。行了，事情不是已经都说清楚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晚饭我有约了。我看大家也都有事情，不如就先散了吧？你说呢，霍老？谭总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和尊夫人，你们这个事儿啊，关起门来好好的解决，何必这样添乱呢？我们今天也不在这儿给你们添乱了，先走一步，等忙完了这阵儿，我们再约吧。刘律师，送一下。走好。安迪，你怎么可以答应去做 DNA 呢？你这不是在揭自己老底吗？你看魏太的架势，我不做他能放过我吗？可是 DNA 结果肯定无误，你必将单独继承这笔遗产。魏太原本对1半遗产志在必得，你觉得他会甘心吗？其实我刚才临时抱佛脚，看了一下国内的继承法，他作为赡养人是可以对遗嘱提出异议的，他甚至可以提出遗嘱涉嫌欺诈的控诉，指控我跟魏国强联合起来欺骗何老，冒充何老的血亲。根据国内的民事诉讼法，谁主张谁举证，他能够提出的证人证词都能够证明我之前跟何老无任何的瓜葛。还有我更担心的就是，如果他当年指证我的身世很有可能被曝光。DNA 鉴定只能够证明我跟何老的血缘关系，我不是冒充的，并不能证明什么。而且刚才你也看到了，魏国强并没有承认我跟他的关系，只是点名我跟何老的关系，所以我还心存侥幸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说得不错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一起去吃饭？你真的要好好请我吃顿饭，安抚一下我现在的心情。可能你还要开车送我回去，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好像真的开不了车。已经蛮好的了。刚开始我还担心你会情绪失控，现在看来有长进。对啊，我刚才居然紧张的忘了喝水，难怪我渴得要死。走了。什么呀？水瓶叫水瓶，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呀？啊！曲潇潇，你难道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？你难道好想让赵医生看清你，找借口跟你分手？啊哈哈！啊！哦！安迪，快救救我呀！明天晚上赵医生要带我去听古典乐，我怕露怯，正在上网狂查呢。可是网上的资料都不写人话，我根本都看不懂。你懂不懂交响乐呀？啊，老
时候他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古典乐，我了解一点，但是并不专业，应该不及赵医生。不过你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也可以尽力回答。又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小朋友。嗯。你是不是还担心，如果这个官司真的打起来，狐狸精的名声传出去，对你不好？我倒不担心这个，我更担心那个魏太太，一个人财两空又离婚的女人，可能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看她今天的架势，好像什么都敢做。看来我是要遭池鱼之灾了。这个魏国强，自从他找到我就麻烦不断。我还在想一个问题，这个魏国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他那样一个人，把全部的财产都转移给你，他难道不心疼吗？本来就不是他的，他只是遵照遗嘱吧。可是你跟他只有血缘，没有亲情。而且我听说，有的人为了取悦他，专门高价购入了何老的发作。应该讲，何老的财产有一半是他的。而且他现在也算是年富力强，他真的会心甘情愿把大额的财产都归到你的名下，只是为了对你做出补偿？反正我不太相信。还有，像他那样一个人大张旗鼓的去打离婚官司，也不正常。难道真的像那个魏太太说的，魏国强原本是想独吞这些遗产，我只是被他利用了。他百密一疏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魏太太能够找到我，也是一种可能。总之，疑窦丛生，你小心为上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口吞掉这些遗产，1毛钱都不留给他。边走边看吧，我会替你留意着，你只管好好打理工作。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继续走下去，有点像一个不可测的黑洞？关于遗产的事情，魏国强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沟通？这更像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。可他把我拖进这个陷阱又是为什么呢？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离奇，为今之计，凡事多留心吧。谭宗明的话让安迪越发困扰，他不明白魏国强的用意何在，更不明白何云礼为什么要把巨额财产留给自己。是补偿吗？不需要。是愧疚吗？更无意义。辜负了的已经注定辜负，他不可能代替母亲原谅这一切，更不愿跟魏国强有任何瓜葛。可即使如此，也不能任由魏国强利用自己。
喂，这个周末你有时间吗？有事吗？ DNA 鉴定，咱们就把时间定在周六上午9点。我已经跟北京的一家鉴定机构联系好了，绝对权威。你提前安排一下。说吧，你究竟什么意图？安迪，你不要把我想得太糟糕。对你母亲而言呢，我确实很糟糕，但是对你不是，我还有挽回的机会。该属于你的东西，它就应该属于你。这也是何老先生的遗愿。他临终前说，他愧对你，他不敢见你。这种故事，如果遗产只有几百万，我信。但是能够让魏太太如此疯狂的遗产，我不信你会圣人到1分钱都不在乎。我希望你能够在鉴定 DNA 之前，准备好一份我能够接受的、有逻辑、有实证的说辞。我可以给你30分钟面谈的时间，否则我会让你领教我1天之内处理完这些遗产的能力，让任何人都得不到1分钱好处，包括我自己。好，我谢谢你有接近冷血的理智，这大概是你从事这项工作的基本功。我不会跟你单独约谈的，我没这时间。而且我现在呢，正处在离婚的敏感期，也不方便。但是安迪，我请你相信，这份遗产，我会1分都不占的。事情结束后，我也不会向你讨还。你尽管大胆放心的使用，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你应得的补偿。我不接受糊涂账。不要意气用事。樊姐和莹莹现在都挺头疼小曲的。昨天小曲碰到莹莹的新男朋友了，还扬言要调查她，搞得莹莹心神不宁的，生怕重蹈了白主管的覆辙。小曲这人就是这样啊，他以为他自己好心能够办好事儿，有的时候未必是这样。是呀，有的时候我就想提醒他，不要总是得罪人。可想想吧，他再怎么样，也没有戏弄到我的头上来。这万一我一多嘴，他再玩到我头上来，那我不就完蛋了？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这鲶鱼对卖鱼的是好事儿，可对一群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来说，可真的是烦人死了。可有的时候，鲶鱼对于醉生梦死的人来说，也是一件好事啊，只是过程比较痛苦。管他呢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走吧。可能是我涵养还不够吧，有的时候挺看不下去的。等一下！Candy 被我带坏了。小姐刚才那表情，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，怪不得她一直都害怕。其实这种玩笑我真敢跟小曲开，樊小妹我就不敢了。完了，小曲来兴师问罪了。臭 Andy， 你故意摆我一道是不是啊？臭关关，你在旁边看好戏是不是？我都能想象得出你那副幸灾乐祸的嘴脸。好玩你，你给我等着啊，咱走着瞧。你看，他就够嘴硬，心里不当真的。还真是。那这样吧，我回去也跟莹莹说说，让她心里别担心了。小曲肯定是觉得好玩，肯定不至于对她动手的，对吧？当然。我们收购他们就是看中他们的品牌和技术能力。如果他们的核心团队不能留下来的话，这次收购就没什么意义。所以不能因为人员安置、薪资这些问题而影响大局，好吗？你跟他们说一下。好，这就去传达。
老谭，一起吃个饭吧。今天早上我接到魏国强电话了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他一口咬定这笔遗产是用来补偿我。你怎么想？我觉得很奇怪。我也不想相信。我打算拒绝接收这笔遗产。昨天晚上可还说1分都不留。我昨天真的是被那个魏太太给气到了，急火攻心一根筋吧。但是我回头想一想，接收这笔遗产就等于接收一个烫手山芋，很有可能我的身世都会被牵扯出来。你是担心接受了这份遗产，魏太会对你怀恨在心？这个女人一看，她的路数就很多，谁知道她将来还能查出什么来？而且接收这笔遗产，就像是接收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，未来麻烦的事情会很多。再加上我的身世，本来魏国强就最清楚了。如果有一天他要是反悔了，再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，我不还是照常要吐出来？你觉得魏国强会做出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？谁知道，像他这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？Hello， 是我，我是要跟你亲口确认一下。周6早上9点，鉴定中心共同。哦，是吗？我希望某些人没有误导我。魏国强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我问的是你敢不敢来，你要给我一个确信。你最好调整好你的态度，再来跟我说话。魏太，这种人真是太没素养了。亏得我刚才还说我要放弃遗产。安迪啊，我不支持你放弃遗产，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那么这笔巨款就将会落在这对夫妻的手上，你甘心吗？何况，如果他们另有居心，即使你不接受这份遗产，他们也会把你的老底给翻出来，对吗？对，所以我更就不能便宜了这对夫妻。看他们有什么花招，大不了我带着这个遗产和我弟弟一起回到美国，他们还能找到我吗？没错，不要被他们影响了心情。吃饭。怎么没开车啊？故意的，天天开车接送你，总得给你一次接送我的机会吧？你是我的堂长老吗？你不怕是我在公共场合跟你秀恩爱啦？啊，老赵，你可以啊，这一脸春色的啊。行了，别耽误人家好事了啊！公开秀恩爱，你们就虐我单身狗吧。回见啊！走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是在学狗狗在自己领地撒尿做记号吗？你是我的，以后呢，你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，对我限制。行为能力的人，限制行为能力的人，那不是精神病人吗？啊！你个残障！啊！我错了没？我错。干嘛？去听你心心念念的音乐会，交响乐哦。哎呦，不错，品味越来越高了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对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你怎样都很好。乖，走。
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会吧？感觉怎么样？谁说我是第一次听啊？这个乐团我是第一次听，但是以前呢，我听过波士顿交响乐，还有克里兰夫的交响乐，都很不错哟。哦，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？今天这个吧，它的美国风格更明显一些，音乐更鲜明生动。那克里兰夫呢？克里兰夫吧，他们的表演更细腻一点，然后呢，合奏更完美一些。笑什么呀？亲爱的，你真的不必这样。我怎么啦？就许你喜欢古典乐，就不喜欢人家有观后感呀？其实我知道你呢是提前上网搜过的，连剧名都记错，那叫克利夫兰，不叫克里兰夫。你是不是一直都在看我笑话？好呀，你嘴上说不嫌弃我，但是心里早就认定我是个草包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其实呢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你不必在我面前伪装什么，做你自己就好，啊？走。公关，嗨，小许，公关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好巧啊！哎，这赵医生也在这儿。陪他。谁陪谁还不知道呢。你要不是为了陪他，我怎么可能跑到这种地方来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难不成你也喜欢古典乐？我特别喜欢古典乐，平衡又规整，有一种庄严的美感。而且这个乐团难得来上海。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我没钱买票，现在上班了可以买票支持自己喜欢的乐团，我就算加班也赶过来。哎，没错，古典乐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平衡与和谐。我也是提前好久就买了票，以前呢老是听唱片，但是效果真的跟现场没法比。谢谢你们俩，今天送我回家。不客气，早点休息。干嘛？不就是多读2本书吗？居然敢公然说我是草包！滚！真让我走啊？好不容易我们有空约会一下，门都不进就让我走，岂不是太可惜？滚！那我可真走了。快走，只能在这碍我的眼。那好，那我真走了。走。晚安。让你走你就真走啊！你是狗啊！关关，你看都没有。看见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都快烦死了。你说我怎么会这么爱这个混账王八蛋呢？我不就是少看2本书吗？怎么在意成这样啊？我是怕我自己配不上他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像他这样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女孩为之疯狂。你应该高兴他眼里有你。他眼里有我？凭什么呀？他凭什么呀？关关，你也见过他好多次了吧？你喜欢他吗？我对他不是很了解，谈不上喜欢不喜欢。你看，
哼，他也不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啊，我怎么会偏偏栽在他手里啊？让他多活几天吧，过2天再去找他。困死了！这什么音乐会吧，简直比安眠药还管用。哎呀，不说了，回去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要见客户呢。晚安。关雎尔无法认同曲筱绡的态度，却又佩服她的洒脱坦率。为什么曲筱绡这么有勇气，她却什么都做不出来？眼下安迪也走出了失恋阴影，只有他还站在原地，裹足不前。他忘不了赵医生，也不愿为了恋爱而恋爱。他走上社会，才刚刚步入工作的正轨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尝试，还有很多人没有遇见。过好眼前的生活，或早或晚，总会有一个人只为了自己而出现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跟2315的女士有约，请问她起床了吗？啊，这个嘛，客人如果不在的话，应该是在自助餐厅吃早餐呢。这么早？哎，请问一下，餐厅在几层呀？您坐电梯下去，3楼东侧就是了。哦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好，徐工，打扰你吃早餐了。我是之前跟你联系过的小曲。哦，你就是小曲啊！哎呦，这么年轻啊，难怪你一直让我叫你小曲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嗨，您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？咖啡加奶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哎呦，今天早上本来起个大早的，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家门口那个路口才居然堵车了，3辆车连环追尾啊！哎呀，真的是倒霉死了，耽误我不少时间呢。我是不是迟到了一会儿呀？
啊，大家不好意思啊，又不是什么要紧事儿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喜欢晚睡晚起，能早上这个时间跟我们吃饭已经很不错了。小曲，你这么年轻就支撑一家自己的公司，父母有帮忙吗？父母有帮一点忙，他们资金上支持我，但是 GI 品牌的国内代理是由我一手拿下来的。我去年刚留学回来，操作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跟卖商谈判。目前为止的 GI 项目的国内代理是由我全权操作的，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有点生疏。哎呦，真看不出，你这么年轻都留学回来了，而且还自己当了老板。哪里？哎呀，你说这人也还这么漂亮，你让我们这些中年人情何以堪啊？哪有，徐公，你实在是太谦虚了。您不知道你到底看上去多年轻啊！说我们是同龄人都有人信呢，对不对？小曲是在哪个国家留学啊？哦，我在美国留学，读完高中就过去了。Okay, you stayed in America for a long time. Which university did you go? 徐公，你实在是太谦虚了。您不知道你到底看上去多年轻吗？说我们是同龄人都有人信，对不对啊？小曲是在哪个国家留学啊？哦，我在美国留学，读完高中就过去了。Okay, you stayed in America for a long time. Which university did you go? Honolulu University. I stayed there for 4 years. 谢谢。 I used to go to United States and visiting school for several years. I never heard of your university. I think there are too many universities in America. Public university? Yeah. Kind of. Yeah. I noticed the word management in your major description. I'm curious about how did you do in advanced math courses? Not bad. I think. 中国去美国留学的孩子挺多的啊，尤其是家里有钱的孩子。但是去美国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。 就好比方说，这次我能亲手拿下 GI 项目，完全是因为我在美国学习的这几年的收获呢。和国外公司打交道，的确是能派上些用场。您说的没错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准备的项目的资料和我们做的一些方案，你看一下，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？我们不谈工作啊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怎么会在饭桌上谈工作呢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会议室，还请徐工在10点半开始工作以前呢，给我们一点时间，听我们做一些介绍，行吗？你能谈下 GI 呢是不错，不过我该了解的已经了解了。回头如果我们有需要再通知你，好吧？小曲呢，你请回吧，辛苦你早上。 徐工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手册和介绍你都还没有看呢，我觉得你应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徐工，我对这个项目呢负主责，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懈怠。除产品之外呢，尤其需要挑剔供应商的资质。我觉得你应该对我们的公司做进一步的了解，对吧？至少你先看一下，你都还没有看呢。这个我就不必看了，我已经了解了。你相信我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对不起，小曲，你不在我的名单里。 那，你慢慢吃，我们先走一步。
小姐，需要帮忙吗？被客户难看掉了，你帮不上忙。办公室有句圣经说，女上司是祸害，我看这女客户也一样啊。祸害肯定是祸害，哪有他这种只看文凭不看实际的人呢？他书读的再多，不也就是个总工嘛？怎么的？人家文盲还当老板呢？他敢对煤老板说不吗？狗眼看人低。同性相斥嘛。上了年纪的女人，看到比自己年轻貌美的女孩，那是咬牙切齿的心都有了。来，我们祝他们38节快乐。我发现你这人还挺有意思。要是我的上司都是男人就好了，以后每天上班呢，就跟天堂一样的，多好。哎，我方不方便问你要张名片呀？哎呦，我今天早上出门太匆忙了，忘带名片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2张你的名片，我把我的电话写在后面。不过我的字有点难看，你可要考虑后果哟。你的就写这儿吧。哇哦，自己做老板呐。陈家康先生，你看着倒是挺有文化的样子。做化工的呀？具体什么项目呀？活性剂。哦。小姐，你住上海吗？我就是上海人呀。樊胜美，樊小姐是上海人，怪不得长这么漂亮，还是做高级理财顾问的。那我以后做投资什么的，可就直接找你了啊。好啊，欢迎啊！以后你来我公司啊，可以直接点我的名。我刚入职没有多久，正愁没有客户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要回酒店去拿下我的名片，准备跑下一家。以后有空再约哦，陈总。好，我送送你。樊小姐，我的车在那边，我送你吧。这么远开车来啊？看来陈先生经常在上海活动呀。樊小姐真聪明，我经常来上海，打车不方便，所以呢，在这放了一辆。请。我有辆小破车，肯定比你小，但是停车费得跟你一样付。好冤哦！不坐你的车了，我得赶紧把它开走，1小时几10块钱呢，停不起。拜。想泡我呀？看我受难受灾，想趁虚而入呀？做梦吧！上海小姑娘，果然嗲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好的理财师，首先要了解不同理财方式的利和弊，更要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组织搭配，以做到降低风险、增加收益的目的。哎，有个姓陈的先生找你呢。陈先生，找我，看样子像个大客户，点名要找你。他在 VIP 室里，你过去看看吧。啊，谢谢。陈先生，您好，我是樊胜美，听说您找我。原来你是樊小姐。是我，请问是哪位朋友介绍您来的？哦，我以前在国外的校友介绍的。哎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
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在理财上有什么事儿都得向你咨询了。不过咨询费可得给我打个折。朋友的朋友应该打折的。您这次专程来是？哦，我正好在附近办事，路过这里，我想过来先认识一下。这次在上海的行程安排得太紧了，一会儿还得开个会，我得先走了。下次有时间再好好跟你咨询。好。对了，别忘了我啊。一定记得您。走了。拜拜。国外的校友。国外的校友。省命，就是嫌我没有文化嘛。是，我从小学开始就没好好念过书。小时候我爸妈做生意没有时间管我，后来是管不了我，拿我没有办法。可是没有文化怎么了？我不一样是做生意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书上字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菜吃啊？一个老女人能话，你那么在意她干什么？不止她一个。今天早上安迪说什么鲶鱼，公安局长立刻反应过来就是鲶鱼效应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。不说了，越说心越烦。咱没文化也不是1天2天了啊！你说这事儿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还真别说，我现在才发现，离开我们那个圈，没有文化真的是挺要命的。大爷，你是黑我呢，还是黑你自己？你怎么着？你想好好做人，洗心革面？那不一定。有没有文化我不在乎，我最讨厌别人随随便便看清了我。不就是听听音乐、看看书、装装样子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我就不信了，我曲筱绡还搞不定。搞得定，搞得定。哎，行了，慢点吃，多噎。就洗澡了。我上午跟我们经理去苏州出差了，5点钟才回来。他看在我已经连续加班了2个礼拜的份上，你看他就大发慈悲的把我放回来了。哎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不怕被上司折腾，就怕上司不搭理，知道吗？哎，安迪还没回来啊？没呢，怎么了？我今天进公司，有个人来找我，非要让我帮他做理财，说是他国外的一个老同学介绍的。我刚进新公司没几天，除了王百川就是你们几个知道。我想来想去，肯定是安迪，我想感谢他。那可能再得等2天了，因为今天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，安迪姐说她下班要飞趟北京，好像有什么事儿了吧？去北京有什么事儿？你这个是我的还是自己买的？你的，还你吧。没事。其实你真的不需要专门陪我跑一趟的，只是做个测试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行，魏国强是个老狐狸，魏太太又对这笔财产虎视眈眈，你一个人去，老太肯定不放心。你的身世我是知道的，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打听。真的是要谢谢你和老太。哎，应该的。你对魏国强这个人了解吗？因为我到现在。我始终是想不明白，他到底什么目的？他是想有意转移遗产到我这儿，然后回头再要回去。这个事儿我跟老太议论过，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魏国强既然知道你的身份和你现在的资产的状况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笔遗产，魏国强最好别有这个想法。他如果是有这个想法想要勒索你的话，我们只是现在做一个预防。他如果真的想勒索我的话，其实从他知道我害怕别人揭穿我的身世开始，
他已经抓住我的软肋了。如果我继承这笔遗产，那么等风平浪静之后，他可以再把它要回去。可如果我要是拒绝继承，那这遗产的一半就会分给魏太太，这当然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。所以惹上这种人，只能面对。那你觉得，以魏太太现在手上掌握的资料，她能够查出我更多的东西吗？我正在查。不过，既然魏国强都能找到你了，如果魏太太想找到你的话，只不过就是多花费一些时间罢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只有面对了。这样倒也好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万一将来再遇到一些什么不可预知的事情，导致我可以全权委托给你和老谭处理。不，你可别这么想，可别这么想。何小姐，我认识你的时间不长，但这段时间里你赶上了很多的事儿，而且有些事儿真的是常人难以遇到的这种艰辛，可你都过来了，你都没有失去控制。我想，你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坚强。走吧。不是吧？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。反正不是来找我的，何必那么客气啊？干嘛呀？替小蚯蚓打抱不平啊？亏我还给你介绍客户呢，这什么态度？关关呢？关关回来了吗？哦，对了。王帅哥这边这几天正出货呢，你帮忙盯着点儿，让他加班加点的弄出来，不要耽误了赚钱的好时机哦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对小蚯蚓下手的，也不会对王帅哥多说什么。这生哥我和好了，没空在你们中间兴风作浪。我终于查到年运效应是什么意思了，以后你直接说我捣蛋鬼不就成了？改天请你吃饭，我请客。怎么了？你有心事啊？你看我长得这样，像是能当你知心大姐姐的样吗？樊大姐才做人知心大姐姐呢。关关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前段时间说你想去报什么学习班？我想跟你一起去。我想报的是那个 MBA 的班。你真的要跟我一起报吗？那种班要考试还要面试，而且要有不错的英语底子。不过你有做事业的底子，这一点倒是符合。那边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，我正在准备报名材料呢。报完名之后呢，学校还会根据你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和筛选。小曲啊，我有同事读过，课业可不轻啊。哎呀！你说现在我做个生意，人都得问你是什么文凭啊？西泰、檀香山什么又都被揭穿了。你要说个冷门文凭吧，还被人问东问西的。小关，我这人有个好习惯，只要是交了大钱的，我就一定能赌下去。赌好赌坏另说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跟你去读 MBA。那你要不先看2本书吧，再去面试，这样比较有底气。看，你确定要看吗？看啊！那你先看这2本，看完我再给你别的。Hello。飞机落地了哈。我到了，你放心吧。你猜我在哪儿呢？你在哪？你一会儿去哪儿啊？你不会也在北京吧？
我本来是在河北走访客户，但是听说你要来北京，我就跟客户商量了一下，这客户也完全理解我这种重色轻友的行为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和这个望穿秋水是什么滋味？煎熬啊！哎，你不高兴我来？没有。那好，一会儿见。有朋友来啊？要不要安排一下？不用了。只有安迪自己知道，他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坚强。陌生的城市，棘手的现实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心乱如麻的安迪听见包奕凡的声音，心里竟感到一丝温暖。多了他的陪伴，安迪紧绷的心忽然松弛了下来。想到一会儿就要见到包奕凡，安迪的内心竟有些期待。谢谢你过来，我本以为看到你会很头痛，没想到没你想象的那么烦。早说了，放轻松，享受追求，你的心会比理智更快认清方向。不过说真的，在来之前，我特别担心你根本不愿意见我。我不是不愿意见你，是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私事，一言难尽。你要是不方便说，我可以不问。我更在乎的是和你在一起的时间。好吧，最近有一笔巨额的遗产，莫名其妙的找上门来。我明天要去验证 DNA， 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从小就是个孤儿。不会和之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所谓的爸爸有关吧？我不放心，我得去。你不能去，我自己都应接不暇了。我不想再面对你的各种。你不用费心的去考虑怎么面对我。我爱的是你，是你这个人，其他都是附属，不影响宗旨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想对你撒谎。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，来自哪里，身上携带着谁的 DNA。其实我今天来都是被迫的。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不要来找我，更不要给我什么遗产。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在意那些东西，你已经很完美了。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，必要的时候保护你。打扰一下，来，你的房卡。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我出去一趟会有朋友，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辛苦。哎，应该的。走了。老谭不放心我，让老严跟我来。哦，还真是体贴啊。啊，不是，那个巨额的财产会让很多人迷失心智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今天晚上哪儿都不去，就在酒店。走啊。范姐，今天打扮的好漂亮啊！王总呢？怎么这2天都不见他来接你啊？哎呀，他出差了。出差了？做生意要经常出差啊，好辛苦。做他这行的不出差能接得到生意吗？有利有弊嘛。俨然对樊姐是不利的。你呀，还得找一个技术人员，每天蹲办公室，下班能回来看见。哦，还是小蚯蚓有眼光。哎，打算什么时候带回家跟爸妈见面啊？我还没想好呢。樊姐，你说我要不要再考验一下他，看看他对我是不是真情真意？别考验了，没有多少人是经得起考验的。行了，我先走了，晚上有空再聊。乖，走了。拜拜，樊姐。
何小姐，哎，老谭让我陪着，车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安迪坐我的车吧，我们俩还有点话要说。哦，好。老谭还有句话让我转告你。什么话？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，甭客气，跟谁都甭客气，出什么事儿他顶着。这话有点道理。走吧。是你妈妈？她找我干嘛？肯定没好事儿。你好，包太太。早上好，安迪。哎呦，好几天没见了，我还挺想你的呢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还叫我包太太呀？该改口了啊。不好意思，包太太，可能你误会了。现在包一凡在我车上，要不我让他跟您说。哟天哪，他不是在河北转悠吗？怎么跑到上海去了？哎呀，老话说得好，儿大不由娘啊。安迪啊，我派人呐给你送了些自家种的草莓和蔬菜，都是有机的。别看样子不好，但是吃起来口感好，味道好极了。你看看，我是送到公司还是家里呢？人已经到了上海了。我想你们公司的空调太热了，这个水果和蔬菜一会儿就蔫了。哎，不如把你家的地址给我，我让人送到你们小区的保安处。天冷不碍事的，你下班取也方便。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非常谢谢你，可是我现在不在上海，我在北京。不是我妈，她想干嘛呀？她给我捎了一箱水果蔬菜，问我要地址。我跟她说。爸，你费不费事啊？你绕那么一大圈子干嘛呀？你要想问安迪的地址，你可以问我呀。但是暂时不能告诉你。行了，妈，我开车呢，不跟你说了。哦，拜拜拜拜。两人跑北京去了。孟姑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到底要不要带应勤回去啊？你说上次那事我都怕了。我要真把他带回去的话，我们俩成了还行，这样没成的话，这不得让左邻右舍笑话呀？我发誓啊，我可从来都没笑话过你。哎，我知道，我没说你，我是说我们老家那边的人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八卦，真的就喜欢晒太阳、嚼舌根，这好事到他们嘴里得嚼三嚼。哎，你说我这事要成了还行，这要是没成的话，不敢想象。我们那地方小。这种事儿3天全都传遍了，怪不得我爸要让我在上海定居呢。你说你只要好好的跟应勤在一起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上海了呀。说真的，我挺羡慕你的。我觉得你和应勤就是天作地设的一对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这人和人在一起呢，就是缘分，担心没用，努力也没用。是啊，我觉得人简单就好。你看我啊。我就觉得吧，我性格是不是太热情了，太奔放了？我是不是应该伪装一下啊？结果我发现，我每次最多就装3分钟，3分钟完事儿以后，全都不行了。嘿，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这不就是我的性格吗？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挺好的。我把我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别人，那别人呢，会同样把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的，是不是？来。关雎尔也不知道邱莹莹的想法是对是错，但他觉得人心叵测。如果没有练就一身金钟罩铁布衫，邱莹莹所说的简单做人，那就像赤膊上战场，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比如邱莹莹上一回与白主管的交往便是，这回邱莹莹误打误撞碰上应勤这么个优秀的青年，但特例不能说明问题。关关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人吧，什么都好，但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太多。你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现在的世界变化多快啊！这没准今天情侣还在一起，嘿，明天就分手了呢，是不是？你以后要谈恋爱的话，你得赶紧抓住，你不抓住的话就溜走了。就看那曲筱绡，就她那样，想分就分，想合就合，还有那么多男生围她转，是不是？
安迪，昨天晚上知道你入住的很顺利，所以就没有过去打扰你。这位是包一凡。魏国强。你好。好，他们都来了，那我们过去吧。外面等我一会儿。安迪，那报告出来，我通知你吧。那我先走了。老严，辛苦你了。我想我这边应该没什么事了。哦，那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谢谢。你还好啊？没事。别跟这种女人较劲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魏先生那是父辈，离了婚的女人智商基本上为零。如果找到小三儿，不干别的了，就知道跟小三儿拼命，拼完命之后才发现人财两空。如果找不到小三儿呢，到处找假想敌，谁惹到这种女人，谁倒霉。走吧。关关，我们走了。慢点。拜拜，走。哎，小关还忙着呢。哦，是啊。哎呦，别紧张，我又不吃人。这个方案不是下周才要吗？哦，我没做过类似的方案，有点缺乏经验，所以我就想早点做完，这样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调整。很好，这学习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别太辛苦，慢慢来啊。好，你忙吧。拜拜，王总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我都给忘了，我这儿有2张话剧票，今天晚上送给你。不要光顾着工作，要有自己的爱好啊。收拾回家吧。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啊，王总再见，拜拜。喂，樊姐，我这儿有2张今天晚上的话剧票，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看？对不起啊，关关，我今天约了新同事一起逛街，不方便省约啊。这样，你需要带什么吗？我带给你。好像没什么需要带的，谢谢樊姐啊。那我再去问问莹莹，看看她有没有时间陪我一起去看。好。